这个是花雕是吧？花雕，对，哦，现在市面上卖最贵的花雕，最贵的花雕，对，1000多块钱一瓶，这一瓶要淘宝要卖的1000，那你们店里不得卖个好多钱1600啊。哦，这样啊，你们溢价很低啊。本来就是卖玩啊，酒这种东西就卖玩，开心就好了啊。谢谢。那你觉得这期会有多少赞？至少7000吧。你也太低调了，我靠！7万，重说啊，至少7万好吗？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扎，中国最传奇的川菜餐厅。第一道菜就让我觉得器皿很用心，用餐的高级感不一定只是因为名贵食材，次序和节奏非常重要。这道泡椒凤爪一定要尝一下，因为餐厅主厨就是这道菜的创始人。咸甜的，不辣，酸酸的，哇，这个好下酒啊！跟我们日常吃的饭不一样，可能是这样。没那么辣，咸一点，甜一点这样。泡椒用的可能是这种四川传统的这种泡菜这样的，所以味道不会很强，会迅速的分泌唾液的感觉。我们先挂入五彩面，酱汁淋到面上搅拌一下。好，酸甜麻辣咸香芝麻酱7种味道调在一起的。用新鲜果汁上色的五彩面条，吃起来非常有嚼劲儿。复杂的怪味里，让我最明显感觉到的是芝麻酱味儿。这个小青龙做的宫保虾仁，这肉质很好，很紧实。宫保虾仁多蘸点酱，甜口的。今天目前这几道菜有点颠覆了我对川菜的认知，这么甜。前菜开胃菜吃下来，这个怪味我还是没有很懂的感觉。坐杠大刀金丝面用制作竹升面的方法人工压制，然后用半米长2斤重的大刀切成很薄。竹升面大家都知道吧，很多博主都做过竹升面。然后用的是开水白菜的汤，上面撒点火腿碎，这个一口就可以了。单独用一个木块，试一下感觉怎么样？哇，这个鸭蛋香好浓啊，放了很多鸭蛋在里面。有鸭蛋黄火的那个。我再喝一下它这个汤，开水白菜的汤。哇，这个汤好香。那个面呢，有点那个吃人参果的感觉，一下没了，还没来得及回味就没了，只有香气。但这个汤可以慢慢小口一点，这个汤好喝，开水白菜也算顶级汤了。吃完这个面跟喝完这口汤就感觉上来了，开始兴奋了。虾冻糕加鱼子酱，下面是一个小薄饼，上面有点松子，这个一看就好吃啊，一口很爽的。跟我想象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它这是用斑节虾做的虾冻糕，但是这个虾冻糕里面是有一点点香辣味的，非常经典的中餐里的味道。哇，好吃！鱼子酱还行，被那个虾冻糕直接给盖掉了，有点感觉。口感呢很接近于鱼冻，凉凉的，滑滑的，一咬就化掉。红花蟹、黄鱼狮子头、黄鱼和蟹肉做的狮头，中间有一小块山药泥。这肉质这么嫩和比较松散的肉质能做成狮子头也挺不容易的。你们的热菜比冷菜惊艳太多了，我感觉热菜一道比一道好吃啊！哇，好鲜啊！确实没放味精，吃得出来，这么鲜，但是没有那种人工的调味料的味道在里面。添加羊肚菌和牛，上面是青花椒粉，按照个人的胃口适量的蘸一些。鲜香麻不辣，里面是和牛，沾一点点青花椒粉，吃一下，感觉还蛮爽的。哇，好香啊，浓浓的和牛香。这个羊肚菌的口感跟和牛的口感有点傻分不清楚的感觉。不过这羊肚菌真的是好东西，我感觉煮汤、炒菜或者这样煎都很好吃，很香。而且这个菜吃下去很有饱足感，因为这个和牛真的香。把羊肚菌嚼完之后，嚼到和牛的时候，那个有 juicy 的感觉，爆汁，好鲜好香。本色原味极品鲍鱼，金鱼盘年年有余的一个寓意。这是一个金鱼的身体啊，我刚刚才看出来。
日本20头干鲍，熬了20个小时以上的汤汁，里面是放茅台酒提鲜的啊。旁边的是东北有机乌沙大米还有糯米煮在一起的，上面是干贝丝。日本20头的极品干鲍，这个鲍鱼虽然不大，但是香味极其浓郁，口感非常好。你们看这鲍鱼切开后细密的网纹，便是优秀品质的象征。这一口下去，真的爽。鲍鱼嚼在嘴里的时候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的享受这个时间，毕竟不知道以后是他吃我，还是我吃他了。好有深度的味道，外面是有点 Q 弹的，然后嫩嫩的吃到最里面的时候，那个糖心是很软弱的。然后调味呢，就是倒没有说那么的特别，但是比一般我去吃那些鲍鱼餐厅的鲍鱼的汁呢，稍微没那么浓烈一点，稍微要清淡一点，比较突出鲍鱼的原味的感觉。这口感真的好厉害。再来一口小哥哥送我的市面上最贵的黄酒，说配这个鲍鱼特别棒。鲍鱼啊，小伙伴们都知道，主要是吃它的口感跟香气，味道其实没有很特别，主要是海的味道，有那么一点点腥的感觉，但是那个腥的让你很舒服，就是腥了但没完全腥。他们这个用的茅台酒在去腥提鲜嘛，所以嚼下去之后好像是有点那种酱香的感觉给跳出来。酸辣疗身啊。瓷器叫福香晚萨福大贵的一个寓意。汤汁呢是牡蛎土鸡熬的正宗的一个酸汤，上面淋了秘制红油。海参做成酸辣味的我还没吃过，第一次吃。哇，这个还蛮大的。海参做的好不太容易，做的入味更不容易。哇，好烫啊！刚刚滴了点这个汁出来，滴了一小点在我手上，也很烫。这酸辣味也进去，挺呛的。辣又辣的有感觉，麻又麻的有艺术，说的就是这道菜。辣又辣的有感觉，麻又麻的有艺术。我对这个粉丝很有兴趣。这粉丝好吃，好入味啊！哇，我觉得嗦这个粉好爽啊！虽然红油很浓重的感觉，但不会腻，挺酸的。可以，它的汤底确实不多，单喝一下啊，哇，很酸，挺辣，然后有一点海参的鲜味在里面。这道菜的体验感很特别。接下来这道豆瓣笋壳鱼就略显简单，蒸好的鱼淋上酱汁，鱼肉选用的部位虽然不错，但是鱼的品质一般。吃到了它的调料的味道，但是吃到鱼本身的时候，其实是有点略寡淡。最后的主食是甜烧白，非常漂亮，但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道甜品，里面还夹了一块五花肉。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吃甜的东西，但也尝试一下吧。那个红枣味很浓，香香的，很烫，还有点那种芝麻糊的味道在里面。今天这顿饭我吃下来，感觉虽然有起有伏，但也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。这家获奖无数的传奇餐厅，你们觉得如何？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记得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